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，我是 Susan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给苦瓜剪枝。我知道有许多朋友种苦瓜是从来不剪枝的，好像呢也能结瓜，每年也有一些收获。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再适当的给苦瓜进行一些修剪，那么瓜的品质和数量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。为了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这几颗苦瓜呢，自从种下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追过肥，也没有剪过枝。今天呢，是时候要进行适当的修剪了。如果大家种的苦瓜只加底肥、只浇水，不做任何修剪的话呢，通常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表面上看上去呢很健康，叶子很多，而且呢也能结瓜。不过呢，随着苦瓜的生长，不剪枝不修剪的弊端也就慢慢的显露出来了。第一个弊端就是由于过多的枝蔓浪费了太多的营养，如果肥料再跟不上的话呢，就会直接影响苦瓜的采收期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先从下方把这些没有雌花的侧蔓给它剪掉。看到有雌花的侧蔓，我们可以先把它盘到架子上，先给它保留下来。如果您种的苦瓜在采摘了2-3个瓜之后呢，瓜的个头也小了，形状也不好看了，而且主蔓好像也很难再往外伸展了，那么这些迹象就是在告诉您营养不够了。除了追肥之外呢，剪枝也是集中营养供给的必要手段。特别是在主蔓很细、营养不足的情况下，如果再不及时剪枝，那么这些苦瓜只能零零散散地盘在一起，然后零零星星地结几个瓜，就完成了它的使命。第二个弊端呢，就是叶子太多，密不透风。虽然苦瓜的病虫害并不多，但是叶子如果太密了，也会遮住阳光，影响叶子背面的枝蔓和花的正常生长。所以适当的打掉一些枯叶和枝蔓是很必要的。这些靠近根部的叶子呢，其实早就应该把它打掉，它既消耗了营养，追肥的时候呢也不方便，而且浇水呢又容易浇到叶子上，还容易生病。所以我们修剪呢，也是先要从底部这些发黄的叶子开始。像这种没有雌花的侧蔓呢，还是很好辨认的。首先，它没有雌花的花蕾；再一个呢，它会细很多。我们需要把它剪掉，不让它再吸收营养、占用空间，而且呢，它的卷须还会到处乱缠。这个有小瓜的就是雌花的花蕾，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会剪错。这个苦瓜呢，长在了叶子后面，它很幸运，还能长这么大。所以不剪枝的第3个弊端就是影响授粉。如果枝蔓和叶子太多，就会给蜜蜂造成阻碍，那叶子下面和里面的花授粉的几率呢，就会大大的降低。授粉不完全，就算有再多的雌花，产量也不会高。很多小瓜长着长着呢，就慢慢的变黄萎缩了。就像这个小瓜，它不但被压得变了形，而且呢已经开始发黄了，我们就需要把它剪掉了。
这个蔓上的每个节点都有一朵雌花，是主要结瓜的蔓，我们需要把它保留下来。我种苦瓜只是给它搭了一个简易的架子攀爬，而且小菜筐里呢也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压蔓，帮助苦瓜来吸收更多的营养。如果条件好一点呢，我们加足了底肥，又有一个地方可以给苦瓜压蔓，还有一个面积大一点的架子，那么苦瓜的主茎可以长到手指那么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没有及时的修剪呢，它的影响呢并不是那么大。如果您家里的种植条件和我的一样，那么适当的修剪对于提高苦瓜的质量和产量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。如果想确保雌花能够授粉成功呢，我们也可以进行人工授粉。我们找一朵雄花，把旁边的叶瓣摘掉，露出花蕊。由于苦瓜的雄花很小，操作起来呢还是需要点耐心的。然后用雄花的花蕊和雌花的轻轻地蘸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发现一些小瓜还没长大就发黄了，那么就可以尝试着用人工授粉来提高坐果率。我们家人少，每顿1根苦瓜就够了，今天就用这根来炒个蛋吧。这些呢，就是我今天剪下来的侧蔓和叶子。明天呢，我还会给苦瓜追个肥，然后就等着收获了。如果你也希望您种的苦瓜结瓜的时间能够长一些，瓜呢能够结得多一些，瓜的品质能够好一些，那么除了肥料要充足之外呢，千万别忘了要适当的及时修剪枝蔓。这就是修剪后的样子，是不是通风多了？而且架子的背面呢，现在也能照到阳光了。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给苦瓜修剪枝蔓，也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。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种好苦瓜，也希望大家的苦瓜呢都能有一个好的收成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